什么烂结局？女主从头到尾被虐，那些恶人却逍遥法外，作者脑子进水了吗？这是哪里？小姐，你总算醒了。你昏迷了整整3天，可把奴婢吓坏了。灵芝，我睡了多久？3天了。小姐，您昨天在花园里被二小姐推倒，头撞到了假山石上，您不记得了吗？推倒？记忆中，原主正是因为顶撞了几句，就被庶妹神婉故意推下假山，重伤昏迷。这就是和我作对的下场。你说姐姐会不会醒了？我特意煮了安神茶，希望能弥补昨日的过错。谁知道呢？他一向挺，说不定醒不过来了。我已经不是那个懦弱可欺的原主，既然来了，就要让所有欺负她的人付出代价。姐姐总算醒了，昨日是我考虑不周，害得你不慎摔倒受伤。我特意煮了安神茶，你可别生我的气呀。这哪里是什么安神茶，分明是慢性毒药。原主就是因为长期服用这种药，身体才一天天衰弱下去。人家的好心你就收下了，别装这副柔柔弱弱的。我知错了，往日里沈云被他训斥，只会吓得瑟瑟发抖，今日竟如此平静。既然我来了，这侯府的规矩就得重新定。景晨哥哥，你就别再责怪姐姐了。茶水快凉了，姐姐哪怕心绪不佳，也要保重身体。这分明是掺了损伤肌底的药粉。原主就是因为长期服用这种药，身体才一天不如一天，最终被折磨致死。想用毒药慢慢折磨我，那未免太天真了。这支玉簪一向收在锦盒深处，若非故意拨弄，绝不会被随手碰落。我母亲遗留的贴身玉簪，一向收在锦盒深处，怎会被你随手碰落？分明是你故意摔碎，想断我念想。你休要无端构陷！婉儿心思细腻温顺，怎会做这种事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姐姐为何要这样冤枉我？这支玉簪是仙母遗物，被人恶意损毁，总不能就此作罢。你既然这般无意失手，便亲自给我赔个不是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姐姐为何步步相逼？故意无否，你我心中都清楚。不过一支旧簪而已，你这般不依不饶，哪里还有世家嫡女的气度？对下毒害人、故意损毁先人遗物之人，我何须讲气度？从前我一再退让，换来的是变本加厉。如今我不会再忍。你借我的首饰9届不还，今日又故意摔碎我母亲的玉簪。既然你喜欢拿我的东西，那我便先取回属于我的物件。你怎能当众抢我的饰物？物归原主，何来抢夺？你今日敢故意损毁我的遗物，我便敢拿回自己的东西。一码归一码，你若还想纠缠，咱们就当着全府下人把事情掰扯清楚。你简直蛮不讲理！是啊，我就蛮不讲理了。怎样？祖父祖母，我好心给姐姐送汤药，她无辜打翻药碗，还当众扯走我头上的布药，又因我不慎摔碎玉簪，百般刁难，求你们为我做主！孽障！婉儿心地仁善，你却性情暴虐，恃强面弱，今日定要好好管教你！玉簪是他故意损毁，不舍本就是我的物件，我只是取回而已，我并无过错。强词夺理，不过些许物件，至于大动干戈？我真的只是失手，姐姐为何非要揪着不放？就算玉簪有误，当众抢夺事物，也失了大家闺秀的本分。那又怎样？从前我一味退让隐忍，换来的只有不断的算计与责罚。从今往后，我绝不会再逆来顺受。老爷老太君，玉簪一直收在小姐的装匣里，不是故意拨弄，绝不会弹开。公子也一直在场，奴婢所言句句属实。此事疑点重重，暂且搁置重罚，审婉回房休养，派人查验装匣与玉簪细节。父亲，婉儿受的委屈不能就这么算了，必须处罚她。
住口！是非尚未查清楚，休要再多言。小姐，还好你思路清晰，不然今日定然难逃重罚。今日只是开始，倘若他们还敢继续算计我，我绝不会手下留情。小姐，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有些人不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，他们永远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宫中规矩繁多，众人各怀心思，还是远离夜袭喧闹更自在。姑娘恕罪，是我们行路不慎，惊扰了贵人。在下镇国侯府沈玉，无意惊扰阁下，还望海涵。倒是个敢独自离席的性子。宴席之上喧闹乏味，便想着出来走走，不曾想贸然冲撞了殿下。本王的居所就在前方偏殿，此处少有人来，你倒是胆大。是我失了分寸，这就原路返回。景真哥哥，方才明明看到姐姐走到这边，怎么不见人影？局势躲起来了，我们四处找找。只能赌上一把了。你可知这里是本王的私人偏殿，外人不得擅入。外面有人刻意寻我麻烦，暂且借殿下地密躲一躲，片刻便走。殿下气度容貌皆是不凡，今日也算有幸一见。放肆！这地方还不如我以前在现代的家一半华美，还不准人进来呢，真是耍大牌。景晨哥哥，方才明明看到姐姐走到这边，怎么不见人影？莫不是躲进贵人殿中私会旁人了？看来你府中之人并不打算放过你。不过是无事生非罢了，想必又是故意挑唆，想借此败坏我的名声。今日接连冒犯，还请殿下见谅。侯府内斗闹到皇宫之中，你打算如何应对？他屡次设计陷害于我，这一次我不会再任由他抹黑诋毁，定要让他自食恶果。王爷，是否出去将门外二人驱离？门外的麻烦交由你自己处理，本王可以借你人手撑腰，事后你需欠本王一个人情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去，帮沈姑娘解决门外的麻烦。是。这位五皇子究竟是真心相助，还是另有所图？小姐，老太君带着二小姐过来了，脸色十分难看。让他们进来吧。沈月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昨夜入宫赴宴，竟然擅自离席，最终也不知道去了哪里。姐姐，就算是私下结交外男，也该懂得遮掩一二才是。你们今日特意前来污蔑我，是有何企图？我看你是故意让侯府难看。祖母，凡事都要留几分余地，还请您行事不要太过偏颇。来人，掌他的嘴，好好教教他规矩。既然你们不念半分情面，我也不必一再退让。祖母执意要倚老卖老刁难我，那今日这待客的礼数便也不必讲，不过是撒泼一番，便罚我抄家规。侯府的规矩向来双重标准，实在可笑。侯府对外宣称自己很有财力，实际内里装潢都已老旧，不知钱财都流向何处了。姐姐抄了这么久，可想明白自己的过错了？一次次主动前来招惹我，你当真不长记性？你对我家小姐放尊重一些。我今日不是来找你麻烦的，只是特意来通知你，老太君已经应允，由我顶替你与顾世子定下婚约。从小到大，京中贵女都嘲笑我是庶出，只有夺了沈韵的婚约，嫁妆，我才能堂堂正正站在人前，再也不会被人轻贱。要给庶女让出婚约，这件事传出去，只会沦为全城笑柄。你少在这里故作清高！这是先祖传下只传嫡长一脉的玉印，剑印如见侯府先祖家规。今日我便以此为凭，管教不守规矩、妄图僭越的晚辈。你
可是侯府至宝，你不能拿来肆意妄为。肆意妄为？此印只掌侯府规矩，专治心怀歹念、下犯上之人。今日我便让你们看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规矩。站住！你竟敢动用嫡传玉印胡乱行事，这是侯府至宝，你岂能拿来肆意胡闹？大小姐，快收起玉印，凭此物发难，若是被老爷知晓，罪责不轻。此印只掌侯府规矩，专治心怀歹念、以下犯上之人。我依家规行事，先祖只会赞许，何来胡闹一说？来人啊！大小姐借嫡印欺压旁人，蓄意伤人，快把她拿下！谁敢动手？你们一味偏袒外人，就不怕遭到报应吗？你疯了！怎么近日性情大变得如此厉害？那么我是任你欺辱你才满意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做不到。都住手！你不在自家府邸，专程来侯府祠堂看热闹吗？我放心不下婉儿，特地赶来看看。哥哥，你可算来了！姐姐一直针对我，如今还拿出嫡印当众刁难我，我实在不知哪里得罪了她。我倒想问问世子，你明知他心思不纯，暗中算计，为何还要处处护着他？沈玉，你休要血口喷人。婉儿性情温柔纯善，全府上下人人皆知。你屡屡无故刁难，未免太过蛮横。如此蛮横的人，我们之间的婚约解除，也算是一桩好事。对方若想把事闹大，自己便奉陪到底。这是你辞前派人送来的滋补丸药，里面掺有慢性毒药，长期服用会损伤身体，所以我才一直体弱，卧床不起。他处心积虑害我，你还要继续包庇吗？不过是寻常丸药，你不必编造这些谎言构陷婉儿。我与她相识多年，她的为人我一清二楚。人证物证摆在眼前，你依旧视而不见。今日之事，我看得明白，是你仗着身份肆意欺辱他人。婚约之事我已有决断，比起性情暴密的你，我更愿意与温婉的婉儿相守。还愣着做什么？速速将她看管起来，等候侯爷发落。好，很好，你们执意同流合污，那就休怪我日后不留情面。事到如今还不知悔改，还敢口出狂言！不必劳烦诸位动手，我自己会走。祖母、父亲，沈婉长期给我涂喂慢性毒药，蓄意损耗我的身体，故意摔碎先母遗物玉簪，霸占我的赤金步摇。如今勾结顾云舟，想要违背陛下赐婚，顶替我的身份嫁入世子府，理应惩戒。祖母，我从来没有害姐姐，汤药只是安神补身，玉簪是失手碰落，我药只是借来观赏，全是姐姐记恨我受世子青睐，故意伪造物证栽赃我。不过姐妹间小打小闹，几颗丸药，一只簪子，你揪着不放，在外人眼里只会说侯府嫡女丢尽家族脸面。侯爷，沈玉性情乖戾善妒，处处针对温婉的婉儿，这般信性根本不配做我的世子妃。今日这些所谓证据，全是他凭空捏造。我愿以顾家100年生育担保，婉儿清白无辜。一次次陷害，一桩桩算计，你们所有人都视而不见。当初他故意损毁我母亲遗物，你们置之不理；如今他用药暗害我，你们依旧偏袒包庇。侯府的公道究竟在何处？沈婉，罚禁足院落5日，沈韵安分守己，回房静养。此事就此结果。只禁足5日，长期服食慢性毒药会掏空人身，等同蓄意谋害性命。这般重罪只换来5天禁闭。侯府的规矩原来是专门用来偏袒庶女的。沈韵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他在侯府生活多年，你切莫赶尽杀绝。他算计我，想要取我性命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手下留情？祖母偏心也该有底线。更何况，这还只是明面上的算计。柳姨娘母女借着照顾府中内务的名头，多年暗中蚕食我生母封后嫁妆，千亩良田，数十间商铺悄悄转手，靠着我母亲的家底挥霍入日。这件事，父亲和祖母真的一无所知。放肆！家事轮不到你一个小辈在此妄议长辈，
满口胡言，污蔑族人，武尊长到了极点！休要胡乱编排家事，财务如何调动自有府中安排。你在此搬弄是非，败坏门风，是不是捏造？拿出历年账册，一查便知。你们一味遮掩，不过是心虚罢了。一边吞掉我母亲毕生心血，一边纵容庶女害我性命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无言不尽，满口疯话！来人，立刻把他拖去祠堂，重则20家罚。今日非要好好教教他何为孝道，何为安分。小姐，你们放开我家小姐！给我打！侯府的家事今日倒是格外热闹。侯府的家事今日倒是格外热闹。参见武王爷，不知王爷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王爷万安。近日陛下察觉京中多家侯府存在侵吞命妇嫁妆、账目贪墨之事，特命本王暗中巡查核实。今日路经镇国侯府，听闻内宅闹出下毒大案，特来查证卷宗人证。参见王爷。下毒害人触犯国法，依照本朝律法，应当杖责50，流放3000里。侯府这般草草处置，是想藐视王法吗？殿下息怒，他年纪尚轻，只是一时糊涂，还望殿下手下留情。心思歹毒是本性，绝非一时糊涂。由此可见，是侯府管教太过松懈，按家法处置吧，但是不要轻饶了他。臣谨遵王爷吩咐，按家法处置。王爷饶命！祖母救我！多谢王爷关照。来人，按照家法，杖责审问20。如今你本事见长，连武王爷都愿意为你撑腰。我只是不愿再任人欺凌，祖母若是继续偏袒外人，就休怪我不顾祖孙情分。是你步步相逼，才害得他落得如此下场，我绝不会就此罢休。善恶终有报，是他自作自受。你执意执迷不悟，我也无话可说。沈月，请你留步。世子还有何事？该说的话在正厅已经说尽了。若不是你步步相逼，借皇子权势施压，我儿怎会受杖责之苦？你可真的是多么严厉的刑罚！你心肠何其歹毒！他作恶在先，律法惩戒在后，与我无关。是你识人不清，一味纵容恶女。我知晓你一直因婚事记恨婉儿，如今你如愿以偿，可我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我记恨他又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别往自己脸上贴金。仗着圣上赐婚，真以为我是非要嫁给你不可了？你仗着有人撑腰，便如此横行霸道吗？我从未横行霸道，世子再三纠缠，未免有失世家体面。你们二人在此争执不休，究竟是为何事？侯爷，沈韵心狠手辣，今日我前来，只想为婉儿讨一个公道。事已至此，皆是天命，世子何必再纠缠？何况圣意不可违。从头到尾，错的都不是我。你们若依旧想颠倒黑白，我也奉陪到底。你以为我还会执着这门婚约？我自己去跟圣上说，我可不愿和这样蛇蝎心肠的人成婚。世子请便。生母当年乃是名门贵女，带着丰厚的嫁妆嫁入侯府，良田千亩，商铺数十间，金银古玩更是不计其数。小姐，这便是老夫人从前住的院子。这些年，老爷和老夫人极少踏足此处，夫人留下的那些产业也渐渐没了音讯。府里的老人对此就没有半点说法。奴婢听府里老一辈仆妇说起，柳姨娘进府之后，便开始暗中插手夫人的嫁妆账目。您当时又被养在外头，这笔账目自然是落到了她的头上。这远不只是简单的宅斗，一伙人借着生母一事援助软弱可成的机会，一边肆意欺凌原主，一边暗中蚕食生母用半生心血换来的家业与资产。谁动了我母亲的东西，谁就要付出代价。昔日母亲在这侯府受的所有冷落委屈，我都会一件件清算回来。小姐，灵芝，你愿意帮我吗？奴婢愿意，夫人待奴婢恩重如山，奴婢愿以性命担保，誓死追随小姐。有你在，我便安心了。这么晚了，你来做什么？父亲，这是先母当年陪嫁的产业账目，
他出嫁时带来数十间铺面，大片田产，如今短短数年，大半产业莫名易主，账目更是含糊不清。府中日常用度、人情往来开销巨大，嫁妆用来补贴家用本就是常理，何必揪着旧账不放？常理？3年前这些铺面依然盈利，进项从未断过，何来尽数耗尽一说？分明是有人暗中挪用，私吞资产。大小姐说话可要凭证据。老爷一心操持侯府上下，日夜操劳，你反倒无端猜疑，出言污蔑。姐姐切莫胡言乱语，侯府上下勤俭度日，父亲绝不可能私吞财物。这里轮不到外室和庶子插嘴。柳姨娘，你娘家近2、3年突然暴富，购置豪宅，捐纳贤侄，这笔钱财来路恐怕并不轻薄呢。我弟弟经商有方，家业是辛苦打拼而来，和侯府没有半点干系。父亲，你明知资产被挪用，却一直视而不见，一味纵容，你同样难辞其咎。我只是不想府中内斗不休，闹得人尽皆知。纵容小人侵占遗产，欺压嫡女，这才是真正的家宅不宁。今日我要收回先母所有产业，柳姨娘母子必须到先母灵前跪拜赔罪。钱财早已花光，根本无力归还，我绝不磕头认错。钱财花光，便变卖你们名下田宅商炮，补足亏空。若是绝不配合，我只能手把手教你们磕头是什么意思了。不过是些许身外之物，你非要闹得家宅不宁。柳氏入府多年，打理后宅劳苦，偶尔周转银钱也算不得大错。祖母明辨是非的本事，全都用在了偏袒外人身上。事已至此，断无归还的道理。沈韵，你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此事就此作罢。陛下委派武王爷施加嫁妆贪墨一案，王爷令我等传话，沈姑娘清点生母陪嫁产业，属于奉旨核查范畴，旁人不得阻。若需一阻，可交由王府一并录入卷宗，呈送御前。产业转手便逐一追回，银钱花光便变卖你们名下私产，补足亏空。今日这事绝不会不了了之。即刻彻查流转出去的产业，勒令柳姨娘先期填补亏空。从今往后，先母所有产业由我一人全权掌管，府中任何人不得再插手分毫。小姐，总算迈出第一步了。这只是开始，母亲多年受的委屈，被侵占的一切，我会一件件全部讨回来。只是不知道武王爷这番插手，又是想从中获得什么。他的性子怎么变得如此快？1周前还是一副好拿捏的软弱模样，这段时间竟变得如此不卑不亢。沈韵如今有武王爷撑腰，步步紧逼，非要我归还家产，变卖私产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母子2人将一无所有。他手握账目凭证，又有王府撑腰，明着硬碰硬讨不到半点好处，只能另想法子。他如今气焰嚣张，不仅抢夺府中掌控权，还屡次顶撞长辈。若是能让他名声扫地，失去依仗，自然就无力再追查账目。何况云州本就不愿与他成婚，只是碍于家族颜面，无法主动退婚。不如借着账目做文章，对外散播谣言，栽他一个贪墨公产、私卖祖产的罪名。只要京中世家、朝中官员都对他议论纷纷，甚至引来朝堂非议，武王爷就算想护他，也要顾及舆论。到时候他自顾不暇，就没空追查嫁妆的事了。我这就去安排人手，篡改部分账目，造出沈韵中饱私囊的假证据。我去联络府中亲戚下人，让他们分批走出侯府，去往茶楼酒肆四处传谣。我去拜访几位世家夫人，在贵妇圈里散播他的坏话。好，就这么办。等他名声扫地，看他还怎么嚣张。母亲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为您讨回公道。无论他们使出什么手段，我都不会退缩。听说了吗？镇国侯府的嫡女沈韵接管了他母亲的嫁妆后，竟然贪墨银钱，私自变卖田庄商铺。真的假的？他不是刚被接回侯府吗？千真万确。听说他把那些产业都换成了银子，偷偷藏了起来。
诸位夫人有所不知，我那位姐姐自从接管了母亲的嫁妆，便开始大肆挥霍，还把好几间铺面都卖了换钱。父亲劝说她，她非但不听，还出言顶撞。没想到她竟是这样的人，亏的还是侯府嫡女，真是不知廉耻。就是，看来传言是真的，她果然品行不端。小姐，不好了，外面到处都在传您的谣言，说您贪墨嫁妆，私卖产业。我知道了。小姐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再这样下去，您的名声就要被毁了。单凭我一人之力，根本无法平息这些流言。走，我们去武王府。听闻近日京中关于你的流言四起，你今日登门，是想求我出手平息风波？柳姨娘一伙篡改账目，恶意诬告，联手散播谣言，构陷我贪墨银钱。如今流言难平，查账也被迫中断。只要王爷愿意帮我查清真相，还我清白，我愿意答应任何条件。平息流言，彻查真相，并非易事。我府中近期杂物繁多，人手不足，你暂且留在王府，替我算王府的账，以此作为交换。至于流言蜚语，你不必担心，陛下已经下令让你暂居侯府外，配合调查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沈姑娘真是好本事，这些账目乱得像一团麻，府里的老账房先生整理了半年都理不清，您竟然短短几日就弄得明明白白。不过是一些简单的账目处理罢了，不值一提。没想到你还有这等本事，做事利落，远胜府中旧人。王爷过奖了。说起来，我小时候流落乡野，后来被接回侯府，也没少受搓磨。这些年倒是学会了不少东西。过往种种皆是过往，你能有今日这般气度，已是难得。王爷，不知近日京中的流言可有平息？王爷，京城流言并未彻底平息，柳姨娘暗中联络旧部，还在四处散播抹黑沈姑娘的谣言，伺机再起事端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多谢王爷一直护着我。外头多少流言暗算，王爷不用亲自奔波，仅凭几道指令就能尽数摆盘。朝堂之中能有这般手段的人，寥寥无几。说起来，皇宫夜宴那回，你慌慌张张闯进我的偏殿，躲在我身后避祸一事，时至今日，你都没有好好同我一个说法。那日沈婉与沈景琛一路追着我，刻意编造污名毁我清誉，我实属被逼无奈，绝非有意冲撞王爷禁地。当日所有失礼之处，我甘愿承担任何责罚，任凭王爷吩咐。甘愿承担？那我倒要问问，你打算用什么方式来偿还当日惊扰我的过错？只要不触及我的底线，王爷吩咐我做什么杂事，核对多少账目，我都悉数照办，绝不推诿。我屡次护你，也并非单纯觉得你性子特别。一来，陛下早暗中托付我彻查世家侵占命妇嫁妆后蓄意害人的旧案，柳姨娘吞掉沈夫人万贯家产，桩桩触犯国法，你是唯一完整人证，护你是奉旨办案。二来，少年时我边关重伤流落，身中奇毒无药可医，是你母亲匿名送珍贵药材，银森相救，这份恩情我记了近10年。我一直寻机会报答沈家，至于好奇，只是顺带罢了。启禀王爷，宫里内侍匆匆赶来传陛下口谕，及时召见您即刻入宫面圣。听闻此事，与沈姑娘脱不开干系。陛下有旨让你配合调查，你安心留在王府，府内暗卫全程守着，无人能来打扰。等我从宫中回来，再与你细说今日朝堂之事。柳姨娘手里还握着我母亲当年的旧账底册，顾云一心想借婚约脱身，柳姨更是记恨宫宴上我压过她一头，三方势力拧成一虎绳，一次诬告不成，绝不会善罢甘休，后面必定藏着更阴毒的圈套。如今借住在王府，有王爷庇护，我既能暂时躲开明面上的刁难，也能借着王府的人脉，继续深挖母亲当年被侵占的巨额嫁妆，暗中被害的线索。他们如今只是在暗处散播流言，下一招恐怕就要动用更狠的毒计，甚至不惜牵扯朝堂官员，捏造罪证。我不能有半分松懈，这条清算复仇的路，无论前方多少陷阱，我都绝不会中途退缩。
小姐，咱们在侯府外一连住了多日，王爷从未提过半句送您回侯府的话。府里不少侍女私下议论，奴婢心里总隐隐有些不安，不知王爷到底作何打算？方才与王爷闲谈才知晓，一是陛下命他追查母亲嫁妆被吞一案，我手里所有账目都是关键证据；二是早年母亲曾救过他的性命，他心中存着报恩的心思，两样加在一起，才会次次站在我这边。王爷今日从朝堂归来，眉宇间郁气凝重，想来朝堂之上又因我生出不少纷争，朝堂局面怕是不太太平。你猜的分毫不差。今日早朝大半时间，一众老臣都围着你与顾云舟的婚约争执不休，句句都是刺耳苛责之言，句句拿礼教规矩打压你。无非是一群趋炎附势的老臣，见顾家如今声势衰败，便拿婚约、女子名节做文章施压。当初柳姨娘设计构陷我贪墨嫁妆，他们全都视而不见，如今倒学会讲什么礼教道义，虚伪的令人作呕。不止寻常朝臣议论，不少老牌世家老臣联名递上奏折，恳请陛下下旨催促你与顾云舟按期完婚，想借着皇家婚约，彻底把你束缚在顾家手中，断了你追查嫁妆的路子。当初柳家、顾家联手散播我私吞家产的谣言，这群官员全都闭口不言。如今瞧着柳丞相势头受损，又跳出来拿规矩压人。顾云舟更是打了一手好算盘，接连递上数道奏折，表面恳请陛下公正裁决，内里半句不提沈婉与他私相网络、暗中合谋之事，刻意回避所有罪责。如今顾家势力大不如前，他不敢主动请旨退婚，落一个抗旨罪名，便想借朝臣施压，逼你主动提出解除婚约，他便能全身而退，坐享清静，转头迎娶沈婉。他打的如意算盘倒是响亮，可惜我不会如他所愿。退婚若是由我开口，所有污名都会扣在我头上，这步棋我绝不会踏进去。他们眼下只是用朝堂舆论施压，等这招没用，必然会铤而走险，使出更阴狠的手段。倘若陛下被一众老臣轮番劝说，最终下旨强行催你完婚，你打算如何应对？公然违抗圣旨，对抗满朝文官，于你而言，代价太过惨重。一路从侯府假山暗算、宫宴构陷走到现在，明枪暗箭我见了无数，朝堂施压早已无法撼动我的心意。只是我心中一直存疑，我母亲当年之恩也不至于护我至此。王爷不惜屡次为我顶撞朝臣，这般不计得失维护，究竟是出于什么缘由？启禀王爷、沈姑娘，宫中内侍连夜到访，传陛下口谕，您二人明日一同入宫赴春日赏花宴。明日赏花宴，怕是他们设下的新圈套。京中名门闺秀齐聚，个个精心打扮，看来这场赏花宴不只是玩乐那么简单。小姐，您看那边，沈小姐和老太君也来了。你无单独入宫资格，寸步不可离我身侧，切莫随意与人争执，惹祸连累侯府盗命。祖母，您看沈韵也来了，她性情张扬，万一在宫宴上口无遮拦，冲撞贵人，咱们侯府也要受牵连。这个孽障，仗着有五王爷撑腰，越发目中无人。你如今靠着五王爷撑腰，便目中无人。皇家宴会规矩森严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我是圣上亲赐婚约的侯府嫡女，名正言顺受邀赴宴，她一个寄居的养女都能前来，我为何不能？姐姐何必处处针对我？诸位姐妹都是温婉贤淑之人，祖母只是担心你行事莽撞，惹祸上身。安分守己便相安无事，若是执意招惹我，闹到御前，大家脸上都不好看，届时谁也别想脱身。你简直冥顽不灵，真是侯府的不孝女！祖母还是谨言慎行，你每一句偏袒之词，都只会让人看清侯府的内里，莫要自取其辱。诸位小姐公子请注意，五王爷稍后便会到场，诸位谨守礼仪。这场宴会暗中是为王爷甄选良配，沈玉有婚约在身，不敢肆意攀附。你把握机会，趁机造势，再联合顾世子，彻底毁掉他的名声。今日赏花宴，诸位世家子弟闺秀登台展示才艺，琴棋书画、歌舞曲艺皆可，拔得头筹者必有重赏。宴会正式开始。裴姑娘琴艺冠绝京城，
一曲弹奏，婉转空灵，真是绝妙。柳姑娘的舞姿轻盈优美，宛若月下仙子，无人能及。技艺虽佳，却太过循规蹈矩，毫无新意。这都说武王爷演技极高，寻常才艺入不了他的眼。王爷觉得这2场表演可有可取之处？技艺尚可，终究只是闺中而乐之计，格局太小。王爷此言未免太过轻慢。这2位都是朝中重臣之女，才艺卓绝。既然王爷看不上，便请其他人继续登台，也好让王爷开开眼界。听闻侯府沈韵与众不同，不如请她登台一试。既然众人举荐，沈韵，你便上前一展师长吧。她从前在乡野长大，哪里懂什么高雅才艺？臣女沈韵参见皇后娘娘。不必多礼，既被举荐，便开始吧。请娘娘容我片刻准备。先前登台的姑娘们才艺皆是上乘，沈韵出身乡野，哪里懂什么高雅技艺？今日她必定不敢露面，注定当众难堪。粗养长大的丫头，没学过世家女子该有的技艺，莫要上前丢人现眼。沈姑娘，轮到你了，快上台一展身手吧。诸位如此热情，那我便献丑了。劳烦取一面战鼓与鼓槌过来。宴会上抚琴跳舞才是常识，她偏偏要击鼓，难不成还会舞乐不成？寻常闺秀连鼓槌都握不稳，她一个乡野女子，怕是只会胡乱敲打，徒增笑柄。宴会之上多以雅乐助兴，你为何偏偏选择击鼓？琴无雅致，却偏于柔密，我愿以鼓为乐，抒胸中意气。准他所为。古有铮铮风骨，声传千里。我沈韵虽曾流落乡野，却心有丘壑，一身傲骨，不会因旁人非议而折腰。还好从前在现代学的是架子鼓，二者虽完全不相同，糊弄一下这群人还是足够的。别家女子偏爱柔婉技艺，唯有你英气十足，一身风骨，实在难得。不过是笔墨花哨，算不得什么出众本事。琴舞供人消遣，笔墨明心智。身处权贵漩涡之中，若无风骨，纵有一身技艺，也终究只能依附旁人。柳姑娘觉得是吗？王爷，陛下听闻想召见沈姑娘前往御书房问话。娘娘，孙女生性粗野，在宴会上失了仪态，老身这就带她回府思过。宴会未结束，皇后都未曾逐我离场，祖母为何急着给我定罪？你和王爷走得过近，流言四起，侯府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。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旁人无端揣测，是心思不正。真正辱没门楣的，是府中纵容小人、构陷嫡女的行径。今日设宴是为甄选有才德之人，不是让大家扎堆搬弄是非、攀比嘲讽。沈韵处处压我一头，宫宴王府皆是如此，我一定要除掉他。小姐，王爷十分维护她，动手恐会引火烧身。我父亲是当朝丞相，姑母是皇后，何须惧怕一个王府女子？你把这东西混入他的饮食之中，让他当众出丑，彻底毁掉他的名声。沈姑娘，我家小姐知晓此前多有误会，特意备下糕点赔罪。不必了，多谢柳姑娘好意。沈姑娘，这是我家小姐的一番心意，还请务必收下。姑娘，糕点内掺有药粉，用心险恶，竟敢在皇宫之内暗中动手！柳丞相的女儿胆子真是不小。柳丞相多年来结党营私，把持朝政，我早就想整治他。随我去面见陛下，让陛下看一看
皇后与丞相是如何教导子女的？陛下，柳仪投毒一案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另有其结交宫外势力、买凶行刺的全部记录。柳丞相，你纵容嫡女宫宴行凶，思绪爪牙，眼里还有朝廷律法吗？臣教子无方，罪该万死，任凭陛下发落。皇后，柳仪是你的亲侄女，你平日里多加管束，她却越发肆无忌惮。即日起，你禁足坤宁宫3日，静心反思失察之过。臣妾遵旨。柳丞相罚半年俸禄，柳仪禁足1月。柳家倒台，咱们在外的助力尽数没了。沈玉有武王爷撑腰，名声一日胜过一日。想靠流言蜚语逼他退让，已经行不通了。他手握嫡母全部产业，又得王爷护佑，如今在京中声望渐起，我们根本拿捏不住。顾云州那边频频派人传信，依旧执着于和沈婉相守。圣上赐下的婚约摆在明面上，顾云州绝不敢公然抗旨拒婚。可他心中从来没有沈韵，一门心思偏向沈婉，这一点全京城人都心知肚明。我不求什么正妻名分，只要能陪在云州哥哥身边，做个无名侍婢我也甘愿。婚约不能改，但规矩可以钻。我们私下敲定，让顾云州先私下纳你为侧室，对外依旧按圣旨迎娶沈韵。等生米煮成熟饭，满朝舞剑木已成舟，也只能默认。此计甚妙，既能应付皇家婚约，又能将婉儿留在身边。3日后深夜，我派人在侧门接应，悄悄接她入府。云州，此举违背礼制，一旦败露，顾家满门都要受牵连，万万不可。姐姐大婚将近，不去挑选嫁衣首饰，反倒来账房查账，莫非是疑心府中下人手脚不干净？府中账目自有专人打理，轮不到未出阁的姑娘插手。近1月，侯府采买食材、绸缎物器，连续5笔大额银两凭空消失。不止如此，我还查到有人挪用当年世家联合赈灾的公银，用来打点顾府上下，为私下纳妾铺路，一派胡言！府中银两皆用于日常开销，账目涂改是账房笔错，你休要凭空污蔑我们！不止贪墨，有人暗中模仿我的笔记，伪造通敌书信。这些伪造信件、涂改账册，都是铁证。马上就是皇家赐婚大典，你当众查账，污蔑族人，闹得人尽皆知，侯府颜面何在？你就不为自己着想吗？挪用赈灾公银，伪造通敌密信，意图栽赃嫡女，这一桩桩比扰乱家事更加不堪。沈韵处处坏我好事，既然软的不行，我便连夜动身，强行入顾府，生米煮成熟饭，看他还能如何？事不宜迟，今夜就走，带上贴身银两和下人，趁夜色出城，直奔顾府。你们是何人？胆敢拦路劫道！这不是镇国侯府的2小姐吗？深更半夜穿成这样出城，鬼鬼祟祟的，不对劲啊！听说她和顾世子纠缠不清，该不会是私下私奔吧？这可是犯了大忌。3更天，天干物燥。快进来，此地不宜久留。云州哥哥，救我！他们无故阻拦，我只是想来寻你。不过是亲友夜间走动，尔等仗着王府势力肆意拦人，真当京城没有王法吗？陛下明鉴，顾云州受皇家赐婚在先，无视朝廷礼法，深夜派人私接侯府女眷入府，意图私下纳妾。2人还勾结他人，挪用赈灾公银，伪造书信，意图构陷臣女。是皇家婚约与国法如无物，恳请陛下主持公道。陛下，
当年先母捐献半数嫁妆赈济天下灾民，陛下感尽其德行，特意在赐婚圣旨中加注铁律：顾云舟与我成婚，需恪守一生一世一双人，终生不得纳妾。奉天承诏，皇帝诏曰：赐侯府嫡女沈韵与镇国公世子顾云舟婚配，约定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此生不得另纳妻妾。违止者，以欺君大罪论处，钦此。陛下饶命！臣一时被私情蒙蔽心智，犯下大错，绝非有意违抗圣谕。圣约明文在前，你明知故犯，深夜私接外女，违背婚约，挪用赈灾银两，纵容身边人行不法之事，数罪叠加，你可知这是何等重罪？密党之事绝不能忍。就说当年我驻守边关，家属只提此婚，从未听闻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一口咬定不知情，才能保全侯府。就按你说的来，死不认账，陛下也无从深究。我已有1月身孕，若是陛下执意将我驱逐，我腹中孩子无依无靠，终究活不下去啊！你自作自受，私逃出府与人狗齿，皆是你一人主意。侯府从未应允，休要连累整个家族。婚约密道一式2份，一份存皇宫，一份送入侯府存档。你身为镇国侯一家之主，推说全然不知，此话骗得了碰不了朕。陛下明察，当年臣远守边关，府中大小事务皆由先夫人打理。他寄回家的家书，只提及承蒙陛下赐婚，从未说起夫家约定。如今人证物证，私情身孕贪墨，桩桩确凿。你是想继续履行婚约，由朕严惩作乱之人，还是想就此解除婚约？臣女恳请陛下收回赐婚正旨。此婚约建立在谎言与阴谋之上，顾云舟心不在此，众人屡次加害于我，强扭的姻怨只会滋生更多祸端。皇家退婚与你的名声有损，寻常世家男子3妻4妾乃是常态，你3思而后行。他们不只违背婚约，还挪用赈灾公银，伪造通敌书信栽赃于我，数次暗中下毒欲取我性命。若非武王爷萧旭屡次出手相救，我早已命丧黄泉。一群目无王法、德行败坏之徒，今日朕必定秉公处置，绝不姑息。若你愿留下，朕废黜沈婉，重罚顾云舟，保你一世安稳。不必了，先母倾尽家财为我求良缘，是盼我得一新人。如今2人恶行昭著，我自愿解除婚约，成全他们，也放过我自己。陛下，全是他主动引诱我下毒、私逃、贪墨，全是他的主意，我是被他蒙骗的，求陛下饶我一命！你胡说八道！是你贪图侯府势力，日日花言巧语哄骗我。如今大祸临头，便想把所有罪都推给我。事到如今还要彼此攀咬，这样的男子，我从始至终都不曾放在心上。恳请陛下收回赐婚圣旨，成全他们2人。你休要在圣家面前胡言乱语！这样的事情查一下就知道了。欺上瞒下，胆大妄为，正是废除沈韵与顾云舟的皇家赐婚，革除顾云峰镇国公世子爵位，判其终生不得入朝为官。沈婉德行败坏，此生只能以侍妾身份归入顾云舟府中，永世不得扶正。镇国侯府治家无方，纵容晚辈兴风作浪，还胆敢欺瞒圣恩。若再有半分过错，侯府爵位即刻褫夺。小姐，刚才等候传召时，我悄悄寻到当年打理夫人嫁妆的老账房，求他偷偷撕下来几篇原始流水，柳姨娘转移铺面的日期，经手下人全部记在上头，往后清算家产又多一层铁证。多亏你心思细腻，这些细碎凭证，寻常人根本不会留意。等全部家产收回，我不会亏待当年忠于母亲的老仆，往后铺面管事全部更换可靠之人，再用上我从前记账的法子，每月统一对账，绝不给旁人私吞的机会。方才陛下裁决，你心中可还有郁结？婚约一事早已是负累，如今解脱只剩一身轻松。唯有母亲被侵占的产业，我必须一分不差全数取回。稍后派人护送你回王府，
顺带调取全城商铺过户存赃。所有柳江经手转让的田庄，全部备案封存。去库房，把当年侯府原配夫人田产抄录底册取来，我要用。沈韵不过是个侯府弃女，如今却仗着五王爷撑腰，屡屡坏我好事。这笔账，我要让他用血来还！你立刻动手，伪造沈韵私自变卖生母田产、勾结地方商贾透税的假账，仿造他的签字文书。明日文武校业大典结束后，我自有办法让御史当庭参奏他，借朝堂律法将他治罪。小姐，伪造官契乃是欺君重罪，一旦败露，柳家要受牵连。只管照做，出了事，有丞相父亲替我兜底。这就是那个忘恩负义的镇国公世子。还有那个沈婉，真是不要脸！要不是你当初贪图侯府势力主动求娶我，我们何至于被全城唾骂？事到如今，你还在怪我？当初是谁哭着喊着要嫁给我的？每次出事都要我出面顶罪，他只想着借我身份抬高自己，从未替我顾家前途考虑。这般算计，我早就厌倦。如今侯府颜面扫地，沈韵那丫头却风光无限。明日便是皇家文武校阅大典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。你们分头混入大典外围人群，等文事结束，当众散播沈师母出身低微、沈韵来路不明的流言，毁掉她世家女子立身根本。柳姨心高气傲，上次在御书房丢了面子，定然不会善罢甘休。她最擅长的就是借朝堂律法构陷他人，我们必须提前做好防备。你说的对，所以我带你来此，提前核对所有原始凭证，以防他从中作梗。王爷，沈姑娘，属下在刘府账房门外截获伪造账册初稿，是柳姨下令伪造的贪墨记录。仿笔记看似相似，但田产收支逻辑完全对不上，商户落款都是凭空捏造，一当众核验就会露馅。明日大典文士百官在场，我们当众拿出存档原件，逐条对质，让柳姨诬告之事公之于众，再无辩解余地。光是拆穿柳姨还不够，我们还要利用这次大典，彻底解决所有隐患。顾云舟、沈婉、柳姨三人各怀私心，只要我们稍加引导，他们自会内讧。柳姨想对付沈韵，这倒是个好机会。不过，灵芝那丫头手握侯府作恶的人证，若是让她在大典上开口，我们可就完了。你去城郊找那伙水府，就说我愿意出重金，让他们在渡口掳走灵芝，将她软禁起来。这位姑娘，我们家主子有请。多谢。是谁派你们来的？是沈婉小姐，她给了我们一枚玉佩做信物，说事成之后还有重赏。好，很好，好好玩玩。柳姑娘，这是从刘府截获的假账底稿，与官府存档的原版官契完全不符。五王爷，仅凭一份所谓的假账底稿，就想定我的罪？我刘府世代为官，怎会做出这等卑劣之事？定是有人栽赃陷害！是柳小姐指使小人伪造账册的，小人不敢欺瞒。王爷，属下搜查柳姨闺房，搜到她私下写给各地官员的私信，信中暗许好处，
只求众人在大典之上联名参凿沈姑娘。柳丞相对此心知肚明，还在信中提点女儿拿捏账册做文章。柳家仗着朝堂势力肆意构陷平民女子，当真以为皇权管束不住世家？柳姨，你涉嫌伪造文书诬告陷害，本王暂且将你软禁，待明日文武交阅大典之上，再当着百官的面好好清算你的罪行。大典之上，不止假账、水匪人证，这些徇私私信一并呈上，柳家朝堂根基定会动摇。只是柳姨骄纵惯了，难保大典前再出阴招。我们需加派人手守在我往来的商铺。现在还不是处置柳姨的时候。明日文武校各大殿，百官齐聚，正是揭露他们罪行的最佳时机。我们暂且压下此案，等到大典之上再当堂揭露，让柳家颜面扫地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从小富贵女艳，人人都围着沈玉那般嫡出小姐说笑，我站在一旁只能当陪衬。唯有借太子看中，拿到体面身份，才能抹平所有人看我时轻蔑的眼神。若这次教场出头失败，我这辈子永远只能活在沈云阴影下。明日便是教阅大典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。我打算在骑射环节好好表现，博得太子青睐，借太子恩公典扶正。扶正，如今我们自身难保，你还想着这些？我只想安稳度日，不要再惹是生非了。安稳度日，沈韵让我们颜面尽失，这笔账必须算。明日文事环节，我会让御史弹劾他，让他身败名裂。国公府3处绸缎庄，去年全部亏空，家中银钱周转不开。若是柳姨靠丞相势力扳倒沈韵，柳家必会阶级估价。权衡之下，只能顺着柳姨行事。小姐，按照你说的预售法子，城郊粮铺预定粮食的百姓排成长队，短短10日，收益比往年整月还要高。只是柳家暗中派人去铺面散播谣言，说咱们粮米掺沙土，不少百姓心生犹豫。无妨，他们越是着急，越说明我们的法子打中了要害。3人各怀私心，利益本就冲突，我们无需刻意设计圈套，只等暗卫收集到2人私收信件，大典当众出事，他们自然互相私语。没错，我早已安排暗卫搜集顾云舟写给柳姨的私密字条，作为后手证据。明日就让他们狗咬狗。灵芝，让你受委屈了，都是我没有保护好你。小姐言重了，奴婢只是受了点惊吓，并无大碍。倒是那些水匪，竟然敢对小姐身边的人下手，实在可恶。小姐，那日水匪抓我的时候，嘴里念叨是2小姐给的侯府玉佩。那玉佩我认得，是老夫人早年赏给沈婉的私物，寻常下人根本拿不到，足以证明老太君默许她孤人行凶。你放心，明日文武校右大坛，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第一步，文事环节，当众拿出原版官契对质，拆穿柳姨伪造账册诬告的罪行。第二步，骑射场环节，放出顾云舟写给柳姨的私信，引爆3人矛盾，让他们自相残杀。好计策，这样一来，他们不仅身败名裂，还会互相攀咬，我们坐收渔翁之利。明日教场骑射环节，你故意冲撞沈韵，让他当众出丑。我会安排人在一旁助威，让所有人都看到他的狼狈。祖母放心，我一定会让沈印颜面扫地。太子殿下亲自上词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我一定要上场，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沈婉比沈玉强。说得好，你就该好好表现，让那个贱人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侯府千金。婉婉，你身怀6甲，怎能轻易上场？万一出了什么意外，该如何是好？嫌弃？你是觉得我配不上太子的赏赐了？还是你根本就不想让我出风头？
我腹中孩儿是我唯一的依仗。若是今日教场能得太子赏赐，就算日后不能嫁入高门，也能靠着赏赐抬高身份，不必一辈子区区居人下。你只担心我腹中孩子，可曾想过我从小到大受的冷眼？去吧，去我的骑射服拿来，明日我一定要让沈云好看。沈婉好胜心极强，又怀有身孕，明日骑射比试，他定然会不顾一切想要超越我。我们必须提前做好防备，以防他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。我会安排暗卫在骑射场周围布防，确保你的安全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护你周全。启禀陛下，臣有本奏。镇国侯府嫡女沈韵私自变卖生母田产，勾结地方商户透税漏税，证据确凿。御史大人，您手中的账册可是伪造的，这上面的笔记与我母亲的亲笔签名截然不同，账目逻辑更是漏洞百出。这才是公府存档的原始地契，上面有我母亲的亲笔签名和官府印章。柳小姐命我仿造沈姑娘足迹，还特意拿早年偷来的夫人书信对比临摹，账目里虚构的商户全是不存在的空名。我曾苦苦劝阻，却被柳姨以家人性命要挟，不得不照做。心血伤人，构陷他。我的妈！沈韵，是你故意让下人敲我进马，你要害我的孩子！方才2条赛道隔了3丈有余，沈韵离他老远，怎么可能动手？就是他自己一心争胜，不停催马，马匹本就焦躁，锣鼓一响才失控。玩这般性子，今日只早惹祸。休要多言，先看看事态如何收场。全场百官侍卫都看得清楚，我从未靠近你的赛道，何来金马一说？你就是嫉妒我腹中骨肉，嫉妒我能得太子青睐。观沈婉今日骑马的架势，胎相本就不稳，平日里应当静养，强行剧烈运动极易滑胎，就算无人惊扰也极易出事。太医，沈小姐腹中孩儿可还安稳？启禀太子殿下，沈婉腹中胎儿先天根基虚弱，今日坠马撞击力道过重，气血崩散，胎气彻底断绝，已经保不住了。我的孩儿，全都怪沈韵！派人好好看着他，切莫让他冲动伤人。是，殿下。早知他胎不稳，还非要来骑射，如今落得这般下场，也是自作自受。可怜腹中孩儿，却也要为他的争强好胜买单。我谋划许久，想靠着腹中孩儿骑射风头压倒沈韵，如今孩子没了，顾云舟本就对我三心二意，往后再无筹码，这辈子只能困在侯府，永无出头之日。就是他，方才锣鼓是他暗中示意下人敲响，故意今晚害我和我的孩儿。婉儿，你先冷静，万事从长计议。你还帮着外人，若不是沈韵，我怎会痛失孩儿？方才2条赛道相隔数十步，沈韵根本碰不到他的马，分明是自己逞强出世，反倒胡乱攀咬。这般姓氏，难怪人人不待见。唉，妹妹节哀，只是无凭无据，可不能随意污蔑他人。全场侍卫世家子弟皆是人证，殿下稍后定会一一讯问，是非黑白自有定论。诸位若有疑虑，大可一一上前作证。王府暗卫全程记录全场动静，绝无半分疏漏。
此事事关人命，必须彻查清楚。今日所有在场侍卫参赛闺秀，挨个入帐说明行踪，不得有半句隐瞒。臣愿以第一个作证。今日骑射赛道分东西两道，沈运全程在东侧，从未踏入西侧半步，更无机会指使下人惊扰马匹。侍卫敌人被沈玉收买。教场侍卫皆是宫廷禁军，只听命于本宫，何来收买一说？若不是他暗中设计，我怎会落得这般下场？方才我们看得真切，沈运自始至终安分骑射，从未有任何异动。启禀太子殿下，属下查获顾云舟私下写给柳仪的亲笔书信，信中简明二人早已暗生私情，暗中往来许久，早定下计策，扳倒沈运后甩开沈婉。这3封书信分3次由顾家心腹悄悄送往刘府，信中顾云舟许诺纳柳仪为侧妃，还写明一旦沈运身败名裂，他就休弃沈运，广后只与柳仪相伴，双宿双飞。字迹经刘府下人辨认，确为顾云舟亲笔，绝无伪造篡改的痕迹。好啊，你们竟然背着我私通，难怪你一直对我冷淡，原来心里早就有了别人。你少在这里颠倒黑白，是你主动设计金马栽赃沈运，所有印度主义都是你出的。如今事情败露，反倒想把罪责全部推到我头上，倒打一耙，实在可笑。启禀太子殿下，沈运姑娘全程在东侧赛道，与沈婉姑娘的西侧赛道相隔甚远，绝无可能经马。启禀太子殿下，是沈婉姑娘派人找到我们，让我们在渡口掳走灵芝姑娘，还交给我们一枚刻有侯府印记的玉佩作为信物。沈婉给我的侯府玉佩刻着侯府专属纹样，寻常下人无权持有。临行前他还许诺，若是能把灵芝掳走关押1月，再额外赠予100两黄金，只为断掉小姐人证。太子殿下饶命，小的是被逼的，是柳仪姑娘指使我伪造假账，诬陷沈运姑娘的。荒谬，简直是荒谬！为了一己私欲，竟然做出这等卑劣之事。如今人证物证全部齐全，柳仪伪造账册，沈婉雇凶，顾云私通3件事铁板钉钉。稍后面圣，无需多余辩解，陛下自有决断。父皇，今日文武教阅大典之上，发生了一桩惊天大案。柳仪伪造文书诬告沈运，沈婉雇人掳走灵芝。顾云舟与柳仪私通有违礼庙，3人互相勾结，构陷他人，酿成沈婉坠马滑胎的惨剧。朕设教演大典，本一官世家子弟才德，反倒成了他们勾心斗角、触犯正法的场所，简直枉费朝廷栽培。柳仪伪造官府田契，当庭诬告世家嫡女，欺瞒御史，形同欺君。沈婉光天化日雇凶挟持人证，居心歹毒。顾云舟身负皇家赐婚婚约，与柳氏私相授受，有违礼教纲常。陛下，柳丞相数十年辅佐朝政，劳苦功高，柳仪年少气盛，一时糊涂，还望陛下念老臣功绩，从轻发落。柳家世代忠良，若重罚小姐，柳家颜面尽失，恐寒一众老臣之心，恳请陛下宽宥几分。陛下，孙女儿沈婉身怀身孕，刚失孩儿，身心俱损，一时被妒意冲昏头脑，求圣上怜悯她遭此苦楚，减免责罚。世子年轻懵懂，是受柳仪、沈婉两边裹挟，并非本性作恶，望陛下开恩。住口！事到如今，不知悔过，只知互相攀咬。可见3人心底全无半分礼教郎职，求情之言不必再提。你2人私通书信，传遍全城，两家颜面早已受损。若不婚配，流言永世不休，两族世代清誉彻底崩塌。朕念两家100年根基，不重刑流放，命顾云舟即刻择吉日，迎娶柳仪为正妻，终生相守，不得纳妾，不得合礼。陛下，我心中从无柳仪，强行婚配只会两生痛苦。我不愿嫁他，我不愿。
求陛下收回成命！女儿行事鲁莽，连累朝堂势力受损。原本我打算借联姻拉拢顾家，如今反倒让两家绑定，往后朝堂处处受人牵制。这一切全是沈玉造成。不必再多言，此裁决无可更改。沈婉蓄意害人，运其逞强坠马，朕念你失子之痛，不失杖刑，罚永久禁闭侯府偏僻荒院，一生不得踏出府门半步。无传诏，永不得见外人。自最初赐婚以来，你屡屡受二人构陷，却始终冷静自持，凭证据自证清白，品性难得。你生母当年捐献嫁妆赈灾，朕一直记在心里。今日你凭一己之力守住家产，洗清污名，实属难得。往后若侯刘两家再有刁难，可直接递折子入宫，朕定会为你做主。多谢陛下明察秋毫，还臣女清白。沈玉，我绝不会放过你！你夺走了我的一切，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！今日大殿裁决，我全程看在眼里。陛下虽罚了你，但柳丞相、顾家族老心里都记恨沈运断了他们的盘算。沈运一日不死，这日子也一日不宁。到了要动手的时候了。小姐，如今陛下下旨禁足，外面全是王府暗卫把守，根本无从下手报复。不如暂且蛰伏，等风头过去再寻机会。沈运，你坏我女儿名声，毁我柳家颜面，这笔账我迟早要跟你算。我本心悦沈婉，如今被迫去柳毅，两家结亲只会日日互相嫌疑，往后顾家永无宁氏。少爷，强行与柳姨相守，只会日日争执，不如放下执念，安分守己，不要再参与侯府柳家的算计，否则顾家爵位都会被一并剥夺。沈运一日不倒，柳侯两家便不会安分，这夹在中间只会不断被裹挟。不如暗中静观其变，等两方和沈运斗得两败俱伤，我顾家再从中寻转机。沈运一日不死，侯府便永无宁日。父亲，这次必须设下死局，让他有来无回。镇国侯府求见武殿下，烦请通传。稍后。运儿，之前府中接连出事，长辈多有过处，如今幡然醒悟，今日特意备下家宴，想请你回府团聚，化解过往隔阂。妹妹骨肉亲情，血脉相连，不该一直僵持对立。父亲真心悔悟，还望你赏光回府一叙。小姐，他们素来记恨，此行恐怕有诈。我如今手握母亲产业证据，对方迟早会动手，与其被动方防，不如亲自走一趟，摸清他们最后的底牌。既然父亲与兄长盛情相邀，我便回去赴宴。侯府人心险恶，万事小心。若有变动，立刻设法脱身。人已经入套，今日定要让他有来无回。月儿，你许久不曾回府，我特意吩咐后厨全部按照你儿时口味置办菜品，都是你从前爱吃的，千万别拘束，就像在自家一样。父亲有心了，只是许久不回侯府，许多菜式我早已吃不习惯。还记得你小时候流落乡野，回来之后身子瘦弱，我还特意寻补品给你调养。
往日是我太过忙碌府中事务，忽略了你，今日全当补偿。妹妹，之前是我糊涂，屡次听信旁人挑拨，对你发难。这段时间我日日反思，心中满是懊悔。往后我一定护着你，不再与你作对。他们如今走投无路，才摆出这副亲情模样。桌上佳肴藏着杀机，我万万不能放松分毫。韵儿，多饮几杯，难得回家一次。孩子上有毒，是西域无解奇毒，毒性开始发作了。小姐，我们快离开这里，去找王爷求救。现在强行突围，他们必定当场动手。先假装体虚无力，拖延时间，等候王府暗卫接应。毒性发作了，这下他插翅难飞。沈月，没想到吧？我们准备的西域奇毒，可是世间无药可解。骨肉之亲，你们竟真的要痛下杀手！你霸占家产，顶撞尊长，毁了侯府名声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念在父女一场，本想留你全尸，可你活着一日，我们便一日不得安宁。今日就了结所有恩怨。你们枉拒人伦，谋害嫡女，就不怕王法追责吗？王法，在这侯府之内，我们就是规矩。把他们二人带去后方闲置跨院，严加看管。小姐，再这样下去，您撑不住的。王府暗卫能不能及时赶到？暗卫距离尚远，再坚持一阵，他们下一步绝不会只把我们关在这里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撑住，别丢下灵芝。灵芝，听我说，倘若我今日遭遇不测，你一定要拼尽全力逃出侯府，去武王府找萧旭，告诉他侯府谋害嫡女、侵吞家财、毒杀主母的全部罪行。他是这世上唯一真心护我之人。若我今日身死，母亲冤屈无人昭告，产业尽数被恶人瓜分，连他也会因我受朝堂非议。我绝不能就此认命。侯府大门全部锁死，四处加钉严防死守，根本传不出消息。再拖下去，沈姑娘性命难保，只能驾起派人快马奔回王府禀报王爷。萧旭，若你能收到消息，一定要来得及。毒性已经彻底发作，他活不过今夜。可若是让外人发现中毒痕迹，我们难逃杀头大罪。不如一不做二不休。后院西北角有一片荒僻乱岗，土质深厚，今夜深夜无人，直接将他活埋。对外就说他中毒暴毙，连夜入土，死无对证。这个法子稳妥，活埋之后，就算武王爷追查，也查不出下毒的证据。至于那个丫鬟，一同处理掉，不留活口。就按此计行事，入夜3更动手。在此之前，严防任何人靠近跨院，断绝所有消息。戒备加强了。侯府设家宴，沈玉失联，全府戒严。出发！
沈云聪慧谨慎，能让他身陷险境，必定是对方早有预谋，出手狠辣之极。王爷，西域无形奇毒，我略知一二，战之无解。一旦毒入心肺，大罗君仙也难救。哪怕只有一线生机，我也要把他救回来。谁敢伤他，我必百倍奉还。自宫宴相遇，我从最初好奇他与众不同的性子，到见识他打理产业的聪慧，如今早已情根深种。就算闯下天大祸，我也要把他救回来。王爷，府中后宅方向气息紊乱，废弃跨院位置最为可疑，把守人手也最多。3更将至，对方恐怕要执行最后手段，分出人手包围整座侯府，封堵所有出逃通道，主力随我强攻正门，强行闯府。今夜之后，所有痕迹必须抹干净。父亲放心，这地方偏僻，叫破喉咙也没人听见。放开小姐！你们这些畜生！今日到此，你的所有纷争就全部了结，不必再与我纠缠不休。你们竟敢蓄意谋害自家嫡女，王爷绝不会放任你们胡作非为！今日无人能救你，从今往后，侯府再无这位碍事的大小姐。全都给我停下！谁敢伤他半分，罪责难逃！我来了，城主。速速施针控毒！王爷，筷子上是西域无解剧毒，他们还要活埋我家小姐！将侯府所有主事之人全部控制起来，一人不得放走。是。王爷，此西域奇毒霸道无比，已然侵入大半经脉，寻常解药完全无效，我只能暂时吊住性命，延缓毒发，却无法根除。天下可有解毒之法？这个只能寻求西岳名医的帮助，正常医师是不知道的。这只是家中小事，从未下毒害人。五皇子明鉴，我们怎敢做这等事？外围家丁已全部招供，人证物证俱在。假意设宴，暗下无解剧毒，深夜挖坑活埋嫡女，桩桩件件，都是灭门大罪，那还有何话可说？侵占家产，祸乱门庭，死不足惜。先母嫁妆账目，你们多年贪墨的证据，我早已全部掌握。毒害、活埋只是其一，侵吞嫡妻遗产、后宅行凶，数罪并罚。事已至此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，我们绝不认错。将所有人先行收押，等候陛下圣裁。同时封锁整个侯府，所有往来账目、毒物、刑具全部封存。明日一早，入宫面圣。是。
此毒名离魂散，西域特产，无耻骨剧痛，专攻周身神经脉络。中毒之人肉身生机尚在，但神经持续受损，会陷入长久深度昏迷，对外界全无感知。若20日内寻不到西域原生解药修复神经，脑脉永久受损，会彻底沦为不醒或死人。可有破解之法？此毒记载极少，只在王府珍藏的上古杂记中见过只言片语。此毒需搭配西域专有草药方能化解，寻常解毒药材只能护住肉身。想要解毒，同心信物、同源灵液二者缺一不可。封锁侯府，将沈韵转移至王府密室静养。药结经中所有名医方士，翻阅全部古籍孤本，务必找到解毒之术。我怎么回来了？那场侯府厮杀，五王爷的守护，难道全是一场漫长噩梦？不对，这玉佩我日日贴身带着，哪怕睡觉也从不离身。若是真回到现代，玉佩该跟着我才对。东西拿不走，现实里绝不可能出现这种事。沈韵被沈婉构陷，名声扫地，众叛亲离，后被侯府囚禁，日日受尽折磨。原来他若依旧软弱、顺从，不懂反击，这便是他注定的宿命。原来从我不愿认命的那一刻起，沈韵就再也不是书中那个任人宰割的悲情女配。任何人的命，从来都不由书本定夺。王爷，这离魂散产自西域戈壁深处，当地蛮族用来控制俘虏，只侵蚀人脑神经，不会伤及五脏。中原药材只能暂时压制毒素蔓延，想要彻底修复受损脉络，必须集齐3种西域独有的主材：雪山雪莲根、戈壁老干草、落日花，中原地界根本培育不出。寻常商队往返西域至少2月，途中多封杀盗匪，耽搁1日，沈姑娘脑部损伤便加重1分。属下清点府中重金、通关文牒、护身案便已经备好。途中但凡发现有歹人拦截药材，就地拿下，押送回京。你平日里总攥着这块玉安神，若是意识还有一丝清明，闻到玉佩上我的气息，或许能稳住心神，少受梦境折磨。属下即刻送去密室，任何人无王爷手谕，不得靠近半分。侯府、顾家、刘府一众人心怀歹念，必定会趁沈姑娘昏迷刺使凶手。府内围墙、后窗、密道全部加派人手巡逻，但凡发现陌生身影，不必盘问，直接扣押。属下领命。脉象依旧起伏不定，无苏醒迹象，肢体偶有轻微抽动，并无恶化趋势。齐王爷，属下查到中黑市商行藏有一批西域流入的毒草，正是炼制离魂散的原料。派人全天盯紧这间黑市商行，记录所有出入之人，顺藤摸瓜查清幕后联络的侯府、顾家党羽，暂且不动手，留作日后审案人证。小婿现在分大批人手运发西域寻解药，王府护卫兵力折损大半，正是我们动手的最好时机。只要沈云永远醒不过来，当年谋害竹木剑团嫁妆的案子便死无对证。
联系外面顾云州、柳仪三方人手，今夜暗中会合，趁王府守卫空虚，潜入密室，再给沈韵灌入足量离魂散。事到如今没有退路，只要能除掉沈玉，就算事后被追查，王爷能互相攀咬推诿罪责。只要沈韵一死，过往恩怨一笔勾销。我早已买通府中守卫，能自由调动国公府人手。事后我们各取所需，分3路暗卫，一路盯侯府，一路盯顾家，一路守住王府阵法四周。但凡有人靠近干扰，直接扣押，等候发落。这群人死不悔改，先稳住阵法救人，再逐一清算。我不愿逃，更不愿认命。袁叔虐他至尸骨无存，那他便亲受撕碎之宿命。已过5日，中毒越久，解毒难度越大。脉象依旧起伏不稳，还是没有苏醒迹象，只是肢体抽动比昨日频繁些。若是今夜歹人真的潜入2次投毒，沈姑娘恐怕会彻底丧失意识，一辈子醒不过来。王爷已经安排层层守卫，应当不会让外人轻易靠近。但愿如此。我全天守在密室门外，一旦脉象异变，立刻禀报王爷。把这个放在他伸手就能碰到的地方，他平日里最看重这只玉。即便意识现在幻境，熟悉物体或许能让他心神安定几分，少受噩梦折磨。属下这就送去密室安放。路途遥远，还要防备歹人半路劫杀药材，必须再加派边关护卫，沿路接应。再撑一阵，西域药材很快就能送到。我绝不会让你永远困在幻境之中。王爷，离魂散搭配的灵饮是西域特有忘忧草根茎，如今有一批货藏在京城一处黑市据点。一队去黑市夺取灵饮，一队继续监视所有反派势力，严防干扰。你们听说了吗？武王爷为了一个侯府女子，动用大量银两远赴西域收购毒草，国库银子随便挥霍，朝中开销都被挤减。真有此事？王爷这般公私不分，怕是不合规矩。可不是嘛！为了一个卷入后宅纠纷的女子，劳师动众，一众老臣都打算写折子进宫弹劾他。萧旭手握实权，却因一女子耗费大量财力远赴西域，置朝廷开支于不顾。今日我们一同进宫，请陛下约束王爷。世家后宅矛盾自有侯府自行处置，王爷不该动用王府力量大肆奔波，于公于私都说不过去。如今满城流言，朝中多位老臣联名上奏，指责你为女子耗费公帛，劳民伤财，你有什么解释？启禀陛下，您此前命臣彻查镇国侯柳姨娘谋害原配、侵吞巨额嫁妆一案，这是侯府下毒计划2次灭口的人证密报。沈姑娘是本案唯一关键人证，遭歹人下西域独有的神经性剧毒，中原无药可解。臣派人寻药，只为保住人证，是奉旨办案，并非因私废公。如今流言全是侯府一众凶手刻意散播，意图干扰查案，方便他们伺机灭口。原来是这群歹人刻意造势，朕知晓原委。你尽管放手查案，抓捕行凶之人，无需顾忌朝堂流言，朕为你做主。
谢陛下信任。今夜便是他们约定动手的时辰，密室四周埋伏全部到位。但凡翻墙携带不明药粉之人，一律当场扣押。毒药、书信全部收好作为物证。属下明白。今夜武王府外围护卫看似不多，你们趁夜色翻墙，直奔后院密室，把毒药涂抹在沈韵的汤药、枕头上，只要毒素2次侵入他脑部，他一辈子都醒不过来。公子放心，这点小事儿我们办得稳妥，绝不会留下痕迹。全部带走，押回王府候审。人手被扣，还有顾云舟和柳仪，让他们2人亲自带队动手。他们藏有火种，若是无法近身投毒，就纵火焚毁王府账房，销毁所有嫁妆探证的证据。如今我们手里能用的人手尽数落网，只能寄希望于顾刘两家。沈韵一日不死，我们永远要活在他的阴影里。今日就算冒再大风险，也要彻底除掉他。先前派出去的人全部被抓，我们只能亲自走一趟，带上火种后手，一旦被包围，立刻放火制造混乱，趁机脱身。我不能留在这里，我还有仇要报，还有人在等我。王爷，西域所有解毒药材已经全部集齐，队伍昼夜兼程，3日之内必定抵达京城。即便解药将至，也不可放松警惕，歹人今夜定会铤而走险。屋顶、院墙加倍派人审查。是。等院内护卫走到另一侧，我们顺着房梁翻进密室，把毒药抹在他枕边。只需片刻，毒素就会彻底摧毁他的神经。武王爷不过是世家后宅琐事，你何必兴师动众为难我等？琐事？陛下亲下密旨，命我全权核查镇国侯柳姨娘毒杀原配。你们合谋多次投毒灭口一案。你深夜携带西域离魂散潜入王府，意图加害本案关键证，这是谋害人命、违抗圣命重罪，也敢称只是后宅小事？我乃柳丞相嫡女，皇后亲侄女，你们谁敢动我？回头定要我父亲上折，等弹劾你们！柳丞相纵容嫡女，私藏剧毒，深夜行凶，人证物证俱全。明日我一并带入朝堂，呈给陛下。你父亲自顾不暇，根本护不住你。是谁派你们潜入王府？计划如何加害沈姑娘？从实招来，尚可从轻发落。是镇国侯府老太君沈景燕给我们重金，又联合顾世子、柳小姐，让我们深夜来密室追加毒药，让沈姑娘永久昏迷，毁掉所有指证他们的证据。若是失手，就纵火销毁账册，嫁妆卷宗。三方私下密谋的所有细节，我们全知道。侯府出钱，顾世子出人，柳小姐提供毒药，分工明确。万幸歹人还没能靠近密室，没有2次沾染毒素，只是原本离魂散依旧盘踞脑内脉络，只等西域药材送达，就能逐步化解修复受损神经。再坚持几日，解药很快就到。我绝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。方才姑娘指尖抽动比之前频繁，似是意识有微弱苏醒的征兆，
只是药力不足，依旧无法睁眼。王爷，方才逃跑2名漏网逮鸡现抓获，无一人逃脱。今夜所有口供、毒物、凶器全部妥善收好。明日天刚亮，我便携带全部人证物证入宫，向陛下禀报所有罪行。王爷，昨夜所有刺客、顾世子、柳小姐全都录完口供，每个人都签字按了手印，3人互通密信的物证也一并整理完毕。侯府老太君沈景臣暗中出钱收买亡命徒的证词清清楚楚，3方合谋投毒、纵火毁证的事实再无辩驳余地。把顾云舟和柳姨单独带上来，我还有几句话要问。不过是一场后宅纷争，我父亲是当朝丞相，皇后是我姑母，陛下看在家族情分上，绝不会重罚我。此物为西域管制剧毒，私自贩运，用来谋害朝廷秘密人证，已经触及国法底线。昨夜人赃并获，全城暗卫皆是目击证人，就算丞相与皇后也无法替你遮掩罪行。将2人带回偏房单独关押。今日卯时随我一同入宫，所有供词、毒物、凶器全部双相封存，一件都不能遗漏。王爷，方才城外信使快马通报，远赴西域的队伍已经抵达城门，押送的药材箱完好无损，下官已经派人去接应，此刻应当快到王府大门了。启王爷，仙玉药材全部送到。快把药材全部送进来，即刻分拣熬制解药，万万不可耽误。万幸，毒素正在被汤药逐步化解，受损脉络开始慢慢复原。只是姑娘昏迷与气血亏空严重，至少静养1月，不可思虑过重，更不能劳心处理繁杂账目案件。昨夜顾云舟、柳姨带人翻墙进来，打算再给你下毒，已经被我当场抓获，人证物证全部齐全。他们屡次赶尽杀绝，半点退路都不肯留。如今证据确凿，陛下定会秉公处置。你安心休养，朝堂审讯清算家产的事由我，不用你费心劳神。等你身体好转，我再带你入宫，亲自面圣，诉说全部委屈。王爷，昨夜混乱之中，有2名协助顾云舟的刺客趁机从侧巷逃窜，属下派出巡逻队伍全城搜捕，方才已经在城郊破庙将2人抓获，刺客押在前厅，等候审讯录供。一并关押，今日入宫全部带审，所有参与谋害沈姑娘的人，一个都不能漏掉。小姐，这是厨房特意炖的文补燕窝，医官说您气血大复，每日早晚都要喝1碗补身子。昨夜顾云舟、柳姨带人翻墙投毒，连同所有收买的江湖杀手全部落网，所有人都签字画押。柳姨娘才是所有祸事的根，我常年被费慢性毒药，全是她一手谋划。沈景臣不过是她的爪牙，只要撬开他们母子的嘴，就能拿到全部铁证。姑娘如今才刚苏醒，万万不可过度思虑仇怨，每日最多处理半个时辰案情，其余时间务必静养。好，今日便到此为止。王府庭院的海棠花这几日开得太好，等你再好些，我陪你去看看。好。沈韵不过是个乡野养大的侯府嫡女，凭什么处处压我一头？如今父亲求情无用，姑母也避嫌不肯出面，我一辈子都要栽在他手里。当初若不是你撺掇我，我何必冒险深夜闯王府？现在爵位及笄，还要被迫与你捆绑成婚，全是你自作主张惹出来的祸。当初是谁心心念念惦记沈婉，不顾皇家婚约？如今出事反倒全部推到我身上，你也算个男人？王爷，当年给沈小姐长期推误慢性毒的老仆愿意出面作证，只是老仆如今被老太君藏在侯府偏僻别院，需要派人传唤。今日午后，我便差人去侯府传唤老太君、侯爷、柳姨娘、沈景臣，一同前来王府候审。
把所有地契人证全部备好，明日正式开堂审讯，一桩桩清算侵吞家产、毒杀主母的旧案。是，属下即刻去办。小姐苦尽甘来，如今王爷事事护着，那群恶人马上就要得到惩处，夫人泉下也能安心了。我从前一心只有复仇，昏迷幻境里走过一遭，反倒明白，清算之后，我只想守住母亲留下的产业，安安稳稳过日子。只是他们手上血账太重，我绝不能心慈手软，放过任何一人。所有罪责自有国法判定，你不必亲自耗费心神对峙。若是审讯之时心力不济，随时叫停休息即可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若撑不住，便歇。奉武王爷陛下查案密令，传唤柳姨娘沈景晨前往王府审讯堂遵闻侵吞嫁妆、毒杀原配旧案，即刻带路。姨娘、公子，王府护卫在外，奉王爷之命，请二位即刻前往武王府接受讯问。不过是几间铺面楼准，也值得武王爷大动干戈传唤我。当年侯府开支行大，借用几分嫁妆本就是理所应当。母亲，之前黑市毒贩、渡口水匪全都招供，还有当年伺候谢母的老奴也被王爷寻到。今日去王府，怕是躲不过去。咱们提前想好说辞，互相遮掩。慌什么？只要我们咬死从未下毒，田地只是临时借用，没有直接人证物证，王爷也无法定罪。二位请即刻动身。老夫人，王府来人带走柳姨娘与大公子，要去王府审问当年老夫人嫁妆的旧案。一群不成器的东西！当初若听我的，早早把痕迹抹干净，也不会落得今日提督。可惜我被锁在此处，半点忙都帮不上。罢了，你且去盯着，有什么消息立刻来报。是，老夫人。母亲，一会儿审讯堂摆出来毒瓶、毒块，还有地契伪造文书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不管拿出什么证据，一概不认，全部推给多年前李府的老婆。只要我们母子不松口，他们便定不下死罪。沈小姐与王爷即将抵达审讯堂。小姐，柳姨娘和沈景晨已经带到候审偏房，各类物证、当年人证全部安置在隔壁审讯室内。老太君因圣谕禁足侯府佛堂，无法前来。当年谋害我母亲，常年给我废毒的主谋就是柳姨娘。今日正好把所有旧账一次性清算。你身子尚未复原，审讯途中但凡心动头晕，立刻同我说，我当即暂停问话。我撑得住，有些事我必须亲自当面问清楚。今日传你们前来，无需多余推诿。桌上所有物证，皆是你们多年作恶的情据，一一如实招供，尚可从轻论处。王爷大侠明鉴啊！我在侯府任劳任怨这么多年，打理后宅，操持家事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那仅凭一堆不知从何处得来的东西，便要定我的死罪，怎么能这么对我？这般劳苦，我可承受不起。王爷饶命！却是我母亲一手谋划，是她多年篡改嫁妆账目，讨巧把铺面田产过户给柳氏族人。好一出母子情深！也是她日日调配慢性毒药，哄骗大小姐喝下。我只是听从她的吩咐，不敢违抗半分。你这个白眼狼！我辛辛苦苦怀胎10月把你养大，耗尽心力为你谋划前程，如今大难临头，你转头就出卖亲娘，良心都被狗吃了。若不是你贪图富贵，我何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？你从来都只把我当棋子，何曾真心待过我？好得很。从今往后，你不再是我儿子。若不是你贪得无厌，一心算计嫡母家产，我们何至于落到今日地步？你自己造下的孽，凭什么要我一同陪葬？天元，我知道。吴王爷，柳丞相镇国侯爹是朝堂老臣，家族世代有功，晚辈一时糊涂，还望王爷网开一面，从轻发落，保全世家颜面。私吞巨额嫁妆，
多次买凶杀人，桩桩皆是国法重罪。国法面前，不分世家高低，绝无私情可讲。诸位不必再多费口舌。侯爷老太君也清楚所有内情，次次护着我们。如今出事，休想独善其身。我只是不愿家宅不宁，从未纵容你伤人夺产，一切都是你自作主张。还有二妹妹沈婉，当年是她主动联合顾云舟，处处设计陷害大小姐。校园大典还想借马匹伤人，所有谋划我全都知晓，我愿意全部作证。这些证词我会一一记录，后续交由陛下预览。我争了这么久，到最后什么都没得到，反倒落得终生禁闭的下场。若不是你贪慕沈婉，屡次铤而走险，我何至于落得这般境地？分明是你心胸狭隘，屡次设计加害沈月，才引得陛下震怒，如今反倒怪罪于我。小姐，他们从前抱团处处算计你，如今大难临头，全都只顾保全自己。他们的内讧只是前奏。启禀陛下，镇国侯府、镇国公府、柳丞相府3伙人相互勾结，侵占巨额嫁妆，多次买凶谋害关键人证，欺瞒圣谕，证据全部在此。镇国侯府、府丞相柳家3大家族接连触犯国法，谋害人命，欺君罔上。陛下，镇国侯、柳丞相2家世代有功于朝堂，如今小辈犯错，若是重罚，100年世家一朝庆没，有损朝廷宽仁名声，恳请陛下从轻发落，保全世家体面，罚俸禁足即可，莫要流放重判。诸位大人只谈世家颜面，朝廷仁厚，却全然无视被害之人所受苦楚。柳姨娘常年暗中给原配夫人下慢性毒药，意图夺尽嫁妆。沈景臣多次帮凶，数次买凶伏击沈韵，下毒、构陷、雇匪掳人，桩桩确凿。国法之中，蓄意谋害嫡母、故人行凶都是重罪，若因世家身份便可减免刑罚，往后市井百姓受害，又该向何处申冤？国法面前，不分权贵平民，绝无徇私姑息之理。此事牵扯甚广，证据与求情奏折，朕一并留下。今日先行退朝，明日早朝再定最终裁决。第一，镇国侯府早年侵占沈印生母全部田庄铺面、金银嫁妆，所有产业由官府逐一清点公证，全数归还沈印，任何人不得再以任何理由索要、侵占。第二，柳宜阳常年下毒谋害原配，沈景玄多次协同构陷买凶伤人，2人罪无可赦，判流放3000里苦寒之地，终生不许回京，永世不得与家人互通书信。第三，镇国侯治家失察，纵容侧室庶子谋害正妻嫡女，老太君多年包庇恶行，削侯府半数俸禄，2人终生闭门在家思过，无朕旨意，不得踏出侯府半步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如今我父亲朝堂失势，你顾家也被陛下厌弃，我们2人已经无路可走。看管下人皆被我们收买，可私下联络外人。若是沈韵活着，往后我们一辈子都要活在他的阴影下。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我们可借心腹管家走侧门，变卖库房，珍藏珍宝换取银两，暗中联络成交亡命之徒，今夜动手。好，那就今夜。先找到沈月，控制住人再放火。事成之后，到城外破庙会合领赏。谁派你们来的？说。一切都是顾云轩和柳姨出钱指使，让我们劫持沈姑娘。
小姐，陛下已经下旨重罚一众主犯，如今3家声势大跌，应当不敢再作乱了吧？明面上的掌权人虽已定罪，可残余势力还散藏在京城各个角落。只要这些残余势力还在，早晚有人暗中串联，伺机报复，绝不能掉以轻心。从前一次次交手，我总还留几分余地，暗自期盼他们能心生悔意，就此收手。可他们接连设下毒局，深夜翻墙投毒，数次想要取我性命，半分情面都不肯留。这一回，我不愿再姑息，必须斩草除根，杜绝后患。你心中所想，我全然明白。你的决定，我全力支持。我即刻传令下去，王府全部暗卫、城隍护卫分多路出动，全城搜捕所有残余党母。有你相助，我才能安心查清母亲当年被害的全部阴情，不留一点遗漏。柳姨娘、顾云州一众主犯早已伏法，你们还敢藏匿在此等候指令？老老实实束手就擒，尚可从轻处置。当年柳姨娘吩咐我，每月往夫人汤药里掺慢性毒粉。嬷嬷临终前把这包证物托付给我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若日后狄小姐有机会翻案，一定要把东西交到她手上。老夫人当年出身名门，但数十间铺良田嫁入侯府，一心操持家事，从未与人结怨。枕边人与侧室联手，日复一日用毒药耗尽他性命，天底下怎会有这般歹毒之人？所有物证人证我都要整理齐全，随萧旭入宫面圣。今日定要让凶手全数伏法。小姐千万保重自身，那些恶人自有国法惩治。您若气坏身体，老夫人在九泉之下也难以安息。柳氏与镇国侯狼子野心，贪图嫁妆便痛下杀手，简直是丧尽天良。即刻传朕旨意，重启谋害原配旧案，所有相关人等全部有办换对质。臣遵旨，今日便安排人手彻查所有关联人证，绝不遗漏一处线索。镇国侯府接旨。娘，他们害你性命，夺你全部产业，如今所有罪证全部齐全，你的冤屈我今日彻底替你洗清。往后你的田产商铺我会一一收回，用心打理，绝不辜负你半生心血。大小姐，经官府逐一核对，老夫人遗留良田12000余亩，城内绸缎、粮行、典当铺共计27间，城外3处茶山、2处木料作坊全数归还。分批次传各地庄头、掌柜前来王府议事。我要重新制定经营规矩，剔除柳姨娘安插的贪腐管事，所有账目每月亲自过目，绝不允许再有外人暗中蚕食母亲心血。小姐擅长经营，这些产业交到您手里，定然能比当年还要兴盛100倍。如今再也没有人能拿身世、婚约拿捏您，您手握万贯家产，完全能随心度日。从前满心都是仇恨，日日想着反击保命，如今风波平息，总算能静下心打理母亲留下的产业，过一段安稳日子。从前活着，心里只有2件事：保全性命，替母亲讨回公道。如今所有仇人皆被律法惩处，母亲产业全数归还，我终于不用困在仇恨里。往后不必事事独自硬扛，田庄商铺若遇棘手事，
王府人手人脉都任你调配，我永远站在身后。一路从侯府死局走到今日，宫宴暗算，荒冈活埋，中毒昏迷，多少次绝境都是你舍身相护，这份陪伴与守护，我此生都记在心。护你周全从来不是恩情，是我心甘情愿。历经这么多风雨，我只盼往后岁岁月光都能与你并肩相伴。今日想同你说一桩藏在心底许久的隐秘。我并非土生土长的大齐女子，原本生活在千百年后的现代世界。那日熬夜读一本小说，书中同名嫡女一生被搓磨，最终惨死荒郊。我心中愤懑触电，才魂穿到这个受尽欺凌的身体里。我清清楚楚看过原主注定的悲惨结局，所以刚醒来便下定决心，绝不隐忍，步步反击自保。若是我依旧如同原主一般软弱退让，今日埋骨荒郊的人便是我。无论你来自何方，拥有怎样的过往，于我而言，你只是沈韵，是那个心怀善意、坚守底线又聪慧果胆、一心护住母亲来产的姑娘。其余过往我从不在意。你就不觉得我身世怪异，异于寻常世家女子？我时常会害怕，或许某天一觉醒来，我会重新回到原本的世界。到那时，这里的田庄商铺，还有你，我都再也见不到。我从未惧怕你的与众不同，反倒欣赏你的通透坚韧。明日一早我便入宫面圣，向陛下恳请赐婚，以皇家婚约将你留在我身边。我要明媒正娶，此生只娶你一人，守着你打理田铺，相伴到老。若是真能与你相守，打理母亲留下的万千产业，日日安稳度日，便是我此生最大心愿。往后你的所有产业，我绝不插手分毫，全权交由你做主。我只做你最坚实的依靠。这些时日，朕全程看在眼里。沈韵遭侯府柳家百般构陷，却从未自乱阵脚，仅凭一己之力理清上万良田、数十间商铺账目，信性聪慧坚韧，与你脾性极为契合。朕心中早有意撮合你们二人，今日正好问你心意。臣毕生唯一心愿，便是迎娶沈韵为正妃。当年沈母出嫁时立下期许，只求女儿觅得良人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臣愿立下重誓，此生不纳侧妃，不治侍妾，全心支持她打理名下田庄商铺，绝不干涉她经营产业。此生非她不娶。沈玉品性坚贞，精通商业，能盘活一方民生产业。你手握实权，心怀家国，二人乃是天作之合。朕即刻下旨，赐盛大婚典，全京城同贺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册封沈韵为武王妃，大婚举国同赏，允许她自主掌管生母全部资产，官府不得随意插手经营。恭喜陛下促成良缘，沈姑娘打理田铺，造福百姓。武王爷忠心辅政，二人相配，实乃江山幸事。沈小姐心地仁厚，接手粮铺后调低粮价，来年还要改良旱地良种。有这般主家，我们百姓日子也好过。武王爷专一护着她，又允许她自主打理偌大产业，这般良缘实在难得。咱们都等着看十里红妆的盛况。后院腾出2间偏房，专门存付沈姑娘各地商铺送来的账册。大婚前后也不能耽误产业对账，所有掌柜求见的帖子单独飞检，优先安排。是。上月江南新到蚕丝，定价不宜过高，普通百姓也能买得起绸缎，薄利多销便可。谨遵姑娘吩咐，今日便调整售价。难得你心中装着市井百姓，打理产业也心怀人善。母亲当年便是这般经营，我不过延续她的心意。姑娘，城西分铺管事私下克扣工资，我已记下账目，等候您发落。即刻免去管事职务，追回克扣银两。重新挑选踏实本分之人接管分铺，往后每月我亲自抽查各处账本，杜绝贪腐。若是人手不足，王府可靠人手，任由你调遣查账。从前日日与人争斗，如今每日对账、改良田种、打理铺面，反倒觉得心安踏实。往后不论商铺还是田庄，你想如何经营都随心，我永远做你后盾。
小姐，今年各处良田丰收，粮铺库存充足，茶山新茶也即将上市。老夫人留下的产业，在您手中越发兴旺，奴婢真心为您高兴。从前我们日日身处险境，如今安稳打理家业，再也不用担惊受怕，所有苦难都彻底翻篇，往后只有安稳日子，母亲泉下也能安心。王妃这身嫁衣乃是宫中上衣局耗时3月缝制，配上您名下商号进贡的珍珠，全城寻不出第2件华贵嫁衣。原主受尽搓磨，尸骨无存的结局早已被我撕碎。我挣脱了书中既定的悲惨宿命，守住母亲全部产业，寻到真心待我的良人。所有付出都没有白费。沈姑娘打理无数田铺，体恤百姓，今日大婚一定要好好道一声祝福。五王爷10里红妆迎娶，还应允王妃自主掌党家产，真是千古难遇的深情王爷。1拜天地，2拜先祖，夫妻对拜。王爷，王妃名下产业规模庞大，您为何从不过问，不纳入王府管控？那些皆是王妃生母遗留心血，是她凭一己之力夺回打理，本就属于她一人，我无权插手，也从无侵占之心。今年旱灾区域，我打算开仓平价放粮，减免农户田租，也算完成母亲当年体恤百姓的心愿。你若需要人手、银钱周转，王府库房尽可动用。